程序员摇身一变成了驾驶员，深陷战争漩涡的命运之路开启。机动战士高达系人物志，基拉大河第2集。随着曙光社的制造工厂里一场巨大的爆炸，让扎夫特的特别军事行动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围绕着第5架高达机体展开新的争夺。虽然第5架高达已经成功启动，但用于操纵机体的操作系统完成度不高，使得机体动作缓慢，无法摆脱扎夫特的追击。很快，扎夫特负责接应的机动战士金恩立即对基拉搭乘的高达展开了攻击。虽然高达看起来就如同刚会走路的儿童一般，但还是卯尽全力通过极限操作躲掉了金恩的攻击，紧接着启动了高达的新型装甲，这才得以保住了自身的安全而不被直接击破。虽然旁边还有一架由阿斯兰驾驶的高达，不过也因操作系统的原因，这架高达还不能用于实战，加上阿斯兰的首要任务是要带走这架高达，所以简单调试后就迅速离开，返回到了母舰上。然而留下的金恩仍在发动攻击，在操作系统上存在障碍的高达也开始陷入了巨大的麻烦。而就在这个时候，基拉发现自己的同学就在高达的周围，如果下一波金恩的攻击不能有效应对的话，那么将会对他的同学直接造成生命危险。于是就在金恩挥起巨剑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子就熟悉了高达操作方式的基拉立即果断出手，代替驾驶员操纵高达，成功躲过了对手的攻击，并给予了反击。也就是这一次出手的成功，似乎让基拉明白了什么，于是打开了操作系统的调试模式进行检查，几乎是一会儿的功夫就找到了问题所在。接着他让驾驶员让出位置，亲自拿起调试工具对操作系统进行优化改进，其整个过程看起来是十分的丝滑。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金恩又再次发起了攻击，但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这次还是被基拉以从容不迫的方式进行了回击，与刚刚毫无还手之力的状态完全不同，其场面看起来令周围的人吃惊不已。于是再次利用了对方倒下的这一点空隙，继续抓紧时间完成操作系统的优化改进工作。当操作系统所有的程序全部调整完毕的时候，这个为地球联合军开发的新型机动战士高达就开始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虽然高达的手持武器只有2把战术小刀，但高达在机动性能上的表现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手扎夫特的金恩。于是凭借着自身优异的机动性能，不但完美躲避了对方的攻击，而且以令对手反应不及的速度突袭到了其面前，然后顺势使用战术小刀，很轻易就刺穿了金恩的装甲。就这样，金恩失去了战斗力，无法再次驱动。无奈之下，驾驶员被迫启动自爆程序后逃走。虽然看到驾驶员逃离时就感觉到了不对劲，但基拉在听到提醒后却没来得及反应，结果在近距离的范围内被金恩的自爆波及。但好在高达新型装甲的防护能力足够强大，没有受到这个爆炸所带来的伤害。不过接下来事情的走向发生了让基拉意想不到的变化。由于基拉和他的同学接触到了地球联合军的重要机密，被刚刚表明身份的马留拉米亚斯强制留下，不得离开。在没有得到上级单位的处置结果之前，还需要协助他处理好高达相关事情。于是在马留的安排之下，一边通过强袭高达与友军单位进行联系，以便得到友军的接应来脱离扎夫特的威胁，另一边给强袭高达换上炮战型背包装备，准备应对扎夫特可能会再次发起的进攻。而就在给强袭高达换上武装的过程中，突然一个巨大的爆炸发生后，出现了2架机体，其中一架扎夫特的机动战士袭谷，在发现强袭高达后，立即将目标转向了强袭高达，但马上就被另一架地球联合军的莫比乌斯零式阻止。不过两者之间的战斗力存在较大差距，很快就被扎夫特的袭谷击伤，失去了战斗力。正当这架机动战士袭谷再次袭向强袭高达时，地球联合军的一艘宇宙战舰大天使号突然间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接着扎夫特的袭谷继续发起攻击，在对着大天使号输出之后，立即更换了装有特制穿甲弹的弹匣，以此尝试击破强袭高达上的 PS 装甲。而这次的结果仍与金恩一样，未能实现击破。随即大天使号发射了数发导弹进行还击，但这架袭谷的驾驶员实力太强，对大天使号发射的导弹都进行了规避。之前遇到的金恩与这架袭谷完全不是一个级别，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基拉立即架起了超高能脉冲炮向其发起攻击，打算一举拿下对手，结束这场战斗。于是在火控系统完成锁定的那一瞬间，巨大的光束瞬间就从炮口射出，尽管比较遗憾没有直接命中目标，但波及到了袭谷的右手和武器，最终成功迫使袭谷选择撤退，这场战斗才得以到此结束。